尼泊尔正在变成另一个印度。日前，有尼泊尔医生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印度新冠疫情之际，他的邻居尼泊尔的疫情也在急剧的恶化。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哥。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疫情播报，后面还有一个小节目，希望这个特殊的小节目能够帮助到大家。现在的印度是什么情况？不是一个凄惨就能够讲述得了的。如果用地母经的话讲，2020年更看山东里山头起木田，2021年人民流一半。印度如果真像谣言那样有5亿人感染，那么其正走在人民流一半的路上，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而不寒而栗的不仅仅是印度本身，即便是远隔重洋，也是闻而却步。但是有一个不信邪的医生，大家近期可能都听说了吧？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罗格斯大学的传染病专业的教授卡佩拉博士于3月下旬到达印度，并计划4月中旬飞回美国。但是他发现他在4月8日的时候感染了新冠病毒。印度时报报道，当地的媒体报道于4月8日收治其入院治疗。报道说，于4月28日他在医院去世。在到达印度之前，曾2次注射过辉瑞疫苗，但是还是染疫后而去世。这给整个的疫苗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曾经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辉瑞的 COVID-19 疫苗因针对新的双重突变体的变种的功效问题而备受关注。虽然辉瑞声称其仍然有效，但大多数民众都抱有怀疑的态度。先前的研究也表明，对其他的变异的保护率有所降低，就是因为印度疫情全世界草木皆兵。有网上的医生讲，据我所知，自然界烈性呼吸道病毒几乎没有在夏日高温下反而能够大爆发的，然而新冠病毒却成了一个特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稿时5月1日印度最高单日暴增了40万，5月5日单日暴增了38万，死亡人数达到了3780人。而网上一度传闻，甚至印度的官方疫情中心也承认，实际疫情数据可能是报道数据的30倍。焚尸炉烧融，各个广场都有焚烧尸体的现象，人们已经等不到火葬场的排号了。根据 CNN 的报道，富人的死亡率引起了关注，很多的富人希望能够用钱来换取健康的时候，却被病毒无差别对待的情况下夺去了生命。根据20岁了还没去过辛巴达网上的媒体报道，曾经有网友就在2019年和平时期拍到过有狗在印度恒河边啃食烧焦的人骨头，而现在的疫情期间更是狼藉遍地。有网上报道，有流浪狗在啃食51岁因疫情而死去的法官的遗体。法官是印度的高级职称，而在死后也是不得安息。现在的印度已经各个系统都是超负荷的运转，生离死别，哭嚎满天，得不到救助成了常态。许多的患病的人只能够静静的等待死亡。在火葬场排队等待的尸体堆积如山，一切的一切都让印度在疫情大地震中成为了人间地狱。疫情是天灾，但是如此的蔓延也掺杂了人祸。在疫情如此蔓延的情况下，莫迪政府仍然坐在庭院深处指挥着地方大选，仍然没有采取紧要的措施。某些地方邦只能够自己采取果断措施，强制居家隔离。恐怖的是，这个病毒在一次一次的变异，而且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无法提防，越来越挑战人类的极限。随着报道的深入，变异毒株 B1617、B1618 以及近期受到人们关注的 N440K， 这些都是快速传播的罪魁祸首。
据网上印度日报报道，在印度南部的邦郡 N440K 新冠变种曾经一度暴增。专家们还说，新的流行变种 N440K 的致死性至少是早期变种的15倍。他们说，它甚至可能比印度的 B1617 和 B1618 变体更加的坚固。同 B1617 和 B1618 变种一起， N440K 也是这波疫情的主要推手之一。上一期咱们刚刚提到的动物的新冠疫情，并且提到俄罗斯是第一个给动物打疫苗的国家，而近日印度的海德拉巴市尼赫鲁动物园里的8头印度狮子被检测出了呈新冠阳性。这些动物近日明显的表现出流鼻涕、厌食、干咳的症状，陆续的动物的感染量的增加，以及在动物体内的变种是否会再重新的感染人类，这才是人们所关心的。根据世界华人周刊报道，尼泊尔正在变成另一个印度。日前有尼泊尔医生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印度新冠疫情之际，他的邻居尼泊尔的疫情也在急剧的恶化。进入4月，尼泊尔只有3000万人口的小国，日增病例呈持续的上升态势。5月2日到4日，尼泊尔每日报告的新增的病例连续3天突破7000例，连创纪录。其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了34.3万例，死亡病例达到了3362例。严峻的形势之下，尼泊尔国内已经出现了病床、氧气等医疗物资短缺的状况。近日，尼泊尔总理奥利请求邻国、友好国家和国际组织予以帮助。尼泊尔官员已就疫苗与中俄等国家展开了磋商。而尼泊尔的国王贾南德和王后在上个月还亲自参加了印度的大壶节，可想而知，他们所带的大队人马是如何和疫情亲密接触的，而其他的民众又是如何跨山越岭的来到了大壶节的现场的，然后把病毒带回到了尼泊尔。这个国王和王后随后也被爆出染上了病毒。不仅仅是尼泊尔，印度周边的其他国家都不容乐观，老挝、泰国、巴基斯坦都出现了疫情爆炸的情况，病床紧缺，氧气不足。以上就是今天的疫情播报，下面是一个特殊的小专栏，在这里分享一个中华传统医学和道教养生法相结合的缺氧自我救助的方法。这也是一种自然疗法，就像是咱们所讲过的印度神童和大一统原理所讲到的自然疗法一样的。而这里提到的74岁中医师顾承德先生，或者我们称之为大师，其能够将多年的自己的医学经验分享给弟子以及众生，这就是大德，可谓是功德无量。顾承德大师在今年2月底的时候被感染到了新冠，通过自身的经历和调节，使得自己的血氧浓度从低于 90% 调节到了 95% 以上，而且顺利的出院。其徒弟方焕文医师将其整理成为一套视频，在顾承德师傅的帮助之下，总结出了一套实用的方法。老朴看到之后也是不敢独自收藏，在此特意的分享给大家。如果有印度的朋友或任何国家的呼吸有困难的朋友，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紧急措施，一种急救之需。方法并不难，但对于病人由于浑身无力等原因，或许有一定的挑战性，但这个或许能够在没有氧气的时候救人一命。方法是用左右手攥成锥状，或者是五指不断的击打左右的肺部，就是这样。同时用鼻子吸气，快速的吸气，吸2次，用嘴呼出，就是边击打边吸气呼气。就是这样持续做40秒左右，坚持做多组，累了就歇一歇，然后再做。等到氧气浓度增加到了 95% 以上，可以同时由其他人配合按摩背部，也就是整个这个肺的后面进行敲打。
也有助于缓解或者是提高它的含氧量，帮助它进行呼吸。总结其基本点，就是在自我调节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以指代针，就像针灸一样，以指代针。飘哥编了一个小顺口溜：以指代针击两肺，活其经络感到疼，两吸一呼半手捶，前后按摩活肺络。就是快速的吸气呼气，更换交换频率，3到40秒为一组。方焕文医师一共总结了4步方法，包括清肺固肺。老飘不是医生，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方医师的频道去看他的具体的全部的方法和步骤，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希望这个方法能够帮助更多的需要的人。飘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奇而且有效的方法，它救了顾大师自己本人。同样，如果是年轻人或者是任何年纪的人，如果得了新冠不能够呼吸，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自救。最起码这是一个有帮助的方法，或者说是对你恢复健康，对你提高你的血氧的浓度有巨大的帮助的方法。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死马也得当活马医。如果你的身边有需要的人，请把视频转给他们，功德无量。再次感谢顾承德和方焕文医师。在人类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大疫情、大灾难的当下，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无论是精神的还是实用的。祝愿大家平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孤独看飘哥 ，peace。做法就是两吸一呼，用鼻子吸入，用嘴呼出，要快速。这样的话呢，交换频率会更加的快，让这个肺部更加的活跃。然后用这个手来刺激，它叫肺经，在这个附近的话，肺经或者是抠啊，或者是捶啊，或者是像针灸一样，用手来代替针。在这个老医师是在医院，当时他是这样做的。我来做一下，大家看一下。非常棒！如果大家这样做了之后，血里边的血氧的浓度就会从低于90%，包括就比如说88%、89%，很快就会提高到95%、96%，甚至有个老人做了之后提高到了99%。大家可以去详细的去看他的视频，好吧？很简单，两吸一呼，用鼻子吸入，用嘴呼出，敲打，敲打。